他推下去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夫人！拉走。你既然嫁给了迟燕，当然该给她陪葬。你让我活人陪葬？你不会以为你嫁进封家是来享福的吧？你这样的泥腿子，让你给迟延陪葬，抬举你，等你也死，所有的遗产就都是我们二房。这点小零食就赏你黄泉路上吃吧。怪不得外人都说爷爷是活阎王，原来是家里住着你们这样吃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你这种乡下丫头能嫁过来享几天福，已经是你的福气，还敢反抗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找大师为你跟阿言牵了红线，你陪葬后，他满意，不会来世间纠缠，你在底下也不会受苦的。我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呢，就要死了。要是等妍也老了死了，我再给他陪葬就好了。这样等到了地底下，妍也会护着我的。现在给空棺材陪葬，以后谁又会保护我呢？老太太如此疼爱我，在我死后还大费周章为我娶妻，怎么我没死反而不高兴？我做的那么周全，你不可能还活着！林小姐又聪明又漂亮，这个乡下长大土包子哪比得了？怪不得4年前就知道报错了，现在才接回来替云小姐嫁人。听说书都没让她念完，这真千金日子过得还不如我们呢。妍也死了，封家的意思是，虽然人死了，但定好的婚约不能变，阮家还是要把女儿嫁过去。你应该明白，接你回来，就是为了这门婚事。家里真好，又大又亮，过生日还有蛋糕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你准备一下，去封家。我能吃完生日蛋糕再走吗？这是小云的，不能让别人尝。下次爸爸再让人给你订。妹妹，你别给爸甩脸色，能嫁进封家，守寡是你的福气。妍妍活着的时候，可是 A 市一手遮天的阎王，别说你，连小云都看不上。要不是他死了，哪能轮到你？封家的车快到了，我让管家送你。去封家能吃饱吗？去了封家，你想吃什么没有？这丫头，要是能有小云半分体面就好了。脏东西不能带进灵堂。少夫人，你虽然刚过门，还没办婚礼，但也是要守灵的。少夫人，明天是正式守灵第1天，你作为燕爷的未亡人，得先在这里跪1夜。原来 A 是一手遮天的田野，竟然长这么好看。我太饿了，借你一个苹果吃，以后会还给你的。你偷吃我的苹果，得到我的同意了吗？
气！是你个苹果就要变成鬼回来找我算账！吵得我耳朵疼，再哭把你的腿打断，行不行？你就是我那个刚从乡下接回来的未婚妻，胆子这么小，怎么敢嫁过来？今年几岁了，连活人死人都分不出来。反正我成年了。你是活人，你没有死，那这葬礼是怎么回事？我也想知道，是谁这么想要我死？阮阳，你怕棺材不怕我？难道没听过火阎王的外号？我觉得你没棺材可怕，而且你现在是我老公啊。你愿意当我老婆？不已经是了吗？这小丫头，竟然一点也不像阮家那群脏东西。爷爷，奇怪，刚刚明明听到声音呢，难道听错了？不对，阮家那个去哪儿了？我就说你听错了，大半夜的谁愿意待在灵堂啊？肯定是跑别的地方睡觉了。燕爷，燕爷，阮家送来这女人，竟然敢赖在您怀里，她……陶湛，以后叫她少夫人。是。在您车上动手脚的叛徒抓到了，现在要什么？先送少夫人回房睡觉，小孩子长身体要紧。爷爷，你带我去哪儿？我还要守灵呢。你知道我没死，当然是杀你灭口。那临死前我有一个心愿，我想吃块小蛋糕，做个饱死鬼。蛋糕？不行，要死的人提什么要求？待在我房间，不要乱跑，好好睡觉。您不杀我了？故意吓唬你，让你吃饱了再死。陶湛，让人送2块蛋糕过来。好的，凤总。你是对我最好的人，我不会把你还活着这件事说出去的。好，我保证演好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寡妇。你还有正事要办，该走了。明天是正式守灵第1天，人多眼杂，留一个人保护他。是。受了委屈就先记着，等我回来告状。你现在给我当寡妇了，别人不能为难你，听见没？算了，你听见也没用。这个戒指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。
这就是我送你的婚戒了。这戒指是封家家主的象征，阮家可是换了乡下接回家的人嫁的，你不能轻易。吃完就睡觉，小孩熬夜会长不高的。我才不是小孩。吃饱饭再睡觉就是幸福呀。还有剩饭，今天也能吃饱了。爷爷派我来照顾您，夫人叫我小张行。剩饭怎么能吃？早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给妍妍当寡妇真好，竟然能连续2顿都吃饱。这是妍爷特意给您准备的，换好之后我送您去灵堂。阮牙呢？他不是应该跪在这儿守夜？昨晚巡逻的时候，少夫人就没在灵堂了。这死丫头，肯定找地方睡觉去了。今天是守灵第2天，很快就会有宾客来吊唁，她竟敢偷懒！妹妹真是不懂规矩，还好我们提早来了，否则被其他宾客发现，阮家的脸都要被她丢尽了。乡下来的就是上不得台面，要是她能有你半分懂事就好了。爸，哥哥，你们怎么来这么早？你们干什么的？快住手！我阮家的事，你一个佣人也敢拦？你怎么如此不懂事？把你嫁过来是让你偷懒的吗？要是封家怪罪下来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没偷懒。你还嘴硬！妹妹，爸教训你也是为你好，你还敢躲？是诚心要气死爸吗？阮阳，做了错事还这么嚣张，我看你不吃点苦头难长记性。我真的没偷懒，昨晚是……不行，我不能把他没死的事情说出来。反正你们要是打我，爷爷会生气的。还敢顶嘴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！爷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。说，谁让你在燕爷车上动手脚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对方只同意线上交流，我没见过他，我也是被逼的。我要是不这么做，他们就会杀了我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我有对方打款的账户，顺着查下去，很快就能知道他是谁。继续查。阮家来人了，一早就去了灵堂找少夫人麻烦。阮家先是背着我私自换人替嫁，现在还敢来欺负我的新娘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们的狗胆。我没有胡说八道，妹妹，你竟然敢在灵堂胡说，亵渎亡魂！我没胡说，昨晚守灵我不小心睡着了，这都是妍爷托梦和我说的。梦里他还亲自抱我回他房间睡觉呢。胡说八道！爷爷的玩笑也是你能开的？
妍爷的脾气你也知道，难道你就不怕惹妍爷生气？他晚上会亲自去找你？少拿妍爷吓唬我，一个死人，再生气也帮不了你。没错，这次偷懒幸亏是被我们提早发现，要是被封家人知道，肯定打断你的腿。吃饱了就不生气了，软牙，没关系，比起过去，只要能吃饱就已经很好了。你竟然偷吃贡品，粗鄙没教养，哪有一点千金小姐的样子？爷爷说了允许我随便吃，不算偷，我只是饿了。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又不是没给你饭吃，跟谁虐待你？你们骂都骂了，我还是多吃几个比较划算。这土包子命是真好，嫁给一个死人，竟然穿的戴的比我都好。这条项链是我家人家都不愿意卖的。妹妹，封家虽然大方，可你刚过门就穿戴这么奢侈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好的不行，贪慕虚荣倒是学得快。我本来学什么都很快，可是他们早就不让我上学了，让我留在家里干农活。胡言乱语。妹妹，守孝要穿着素净，你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，实在太不像样。还是我来帮你把首饰摘下来，好好保管吧。你抢我东西干什么？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你同意吧，我再亲自帮你取下来。可我不同意啊！你耍我！我们都是自家人，我为你好才愿意帮你保管的。你们把我丢在乡下自生自灭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我是自家人？难道让我挨饿，不让我念高中也是为我好？我昨天生日，你们连蛋糕都不愿意给我吃一块，现在凭什么要我丈夫给我的项链？爸哥，你们看看软牙，我好心帮他，他还反过来怪我们。要是封家因为他守灵穿着不得体怪罪下来，咱们阮家也要被他连累。小云说的没错，你一个寡妇戴首饰给谁看？贪慕虚荣也要分场合。赶快把项链摘了，去换身衣服。阮家绝不允许你败坏门风。我不，这是燕爷给我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爸哥，妹妹这样守灵是会惹事的，我直接把她的项链首饰扯下来吧。阮阳，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好不好我自己知道，你放开！住手！你们不许欺负少夫人！阮家管教女儿也是为了严爷的体面，你一个下人凭什么阻拦？这不是严爷的戒指吗？还给我！这戒指是封家家主的象征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关你们什么事？且不说严爷已经死了，就算他活着，也不可能把这戒指给你这个土丫头。说，到底哪来的？严爷为什么不可能给我？我愿意嫁给他的，不给我，难道还给阮云这种不愿意嫁他的吗？我说错了吗？明明是你不愿意当寡妇，才把我从乡下接回来替你。严爷就算不给我戒指，也不会给你呀。你少装疯卖傻，肯定是你偷了戒指。我没有偷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戒指是谁给你的？这就是严爷给我的婚戒。满口谎言！少夫人，你们不能打少夫人，万一出事，你们承担得了吗？她那么能吃，皮糙肉厚的，能有什么事？阮牙，你在灵堂偷懒，穿得花枝招展就算了，还偷东西，惹怒了封家，整个阮家都会被你连累的。说，戒指哪里偷的？给封家还回去。我没偷。屡教不改，跪下！你到底认不认错？我没错。死不悔改，那我今天就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住手！
我是不是惹事了？没事，错的不是你。你是什么人？敢插手阮家家事？这眼神，怎么感觉像是在哪里见过？阮家主，这是封家，阮牙小姐现在是封家少夫人，可不是你一句家事就能在封家放肆的。陶助理，你可是眼爷生前最信任的人，我教训女儿这点小事，怎么还惊动到你了？毁了他的脸，对你来说，竟然也算小事。我跟陶助理说话，你一个保镖插什么嘴？闭嘴！严爷面前也敢放肆？无意冒犯，爷爷恕罪，爷爷恕罪。你们有所不知，阮牙这丫头刚从乡下回来，不懂规矩，爸才教训她的。她是眼爷的夫人，在封家，她说的规矩才是规矩。可这丫头还敢偷严爷的戒指，这可是封家家主的象征，我教训她也是为了封家的颜面。他一个保安不懂，陶助理，你不会也不懂吧？要不是我们发现的早，封家就要出大事了。你们可不能轻易绕过他。哼，乡下来的死丫头，这下你完蛋了。封家人的手段可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住的。谁说这是偷的？严爷的戒指，你一个下属竟敢私自送人！陶助理，你快管管啊！陶助理，你快管管呀！陶助理，你快说句话啊！陶助理可不会帮你说话哦。陶助理，你就眼睁睁看着他在严爷灵堂胡闹吗？你不管，那我自己来！放肆！戒指是眼爷送给少夫人的。什么？不止这枚戒指，封家名下富可敌国的房产、赌场、公司股份，未来可都有他的一份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阮牙刚过门，也能继承燕爷的遗产？你不过是替我嫁过来的，凭什么继承封家的财产？配不配，还轮不到阮家人评判。别以为拿到财产就能高枕无忧，没有阮家的支持，你一个乡下丫头根本守不住。守不守得住是少夫人的事，至于你们，你们想干什么？请吧。你们阮牙，你给我等着！退什么退？我们可是封家的亲家，我们自己会走。阮牙，疼吗？讨债，叫医生。是。爷爷别怕，这点小伤，很快就不流血了。怎么样？少夫人脸上的伤需要冷敷，脖子和膝盖上的伤口不深，注意消毒即可。另外，少夫人头发细软发黄，脉搏虚弱，应该是重度营养不良，恐怕需要精心调养很久。营养不良？我又听说夫人总是喊饿，恐怕是经常吃不饱饭。我知道了。还想吃小蛋糕吗？
还想吃小蛋糕吗？吃了小蛋糕，就该告诉我，为什么经常吃不饱了吧？你这个阮家不要的赔钱货，农活干不完就想白吃我家饭。可我3天就吃了1碗剩饭，我真的好饿。给他点吃的吧，万一真饿死了，阮家找过来怎么办？喂你还不如喂狗，浪费粮食。他们不让我吃饱饭，也不让我上学，一直让我做农活。你是对我最好的人，最好的。你才不是什么火阎王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那些人怎么敢这样对少夫人？阮家竟然也不管！阮家人唯利是图，哪怕小妍儿才是真千金，但自从报错养在乡下的那一刻起，阮家就只会嫌她上不了台面。这些账都算在阮家头上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是。阮丫实在太不懂事了，就算嫁给封家，也还是阮家人，怎么能让人赶我们走？爸哥，他根本就没把你们放在眼里。爸，怎么了？公司谈定的几个项目忽然之间全黄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公司估计撑不了多久。怎么这样？阮旭，跟我回一趟公司。阮丫就是个灾星，刚才在封家就出眉头，现在回家公司又出事了，我就不信还能有什么更倒霉的。大小姐，您的亲生父母在家里，说想见见您。管家，你年纪大了，老糊涂了。我的父亲是阮立修，什么乡下夫妻也敢来攀关系，直接赶走。是。哎呀，小云，妈可算见到你了！脏手别碰我几万块的衣服！小云啊，小妍那丫头被你们带回来之后，家里没有做农活干家务的人了，你能不能每个月给我们一笔钱啊？好找人照顾我们，不多，10万就行。关我什么事儿？跟我要钱，没门儿！好你个白眼狼，我们可是你亲生父母，你们居然敢打我！我们打你怎么了？没有我们帮你养阮牙那个真千金，你能过得上现在的好日子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还能找电视台、找记者，把你是个冒牌货闹大。我看你还装什么千金小姐，不让我们高兴，你也别想好。把卡号给我，10万，我转给你们就是了。晚了，现在要20万了。你们行，20万，那可是我每个月所有零花钱。阮牙都怨你，要不是你，这2个祸害也不会找到上门来。去哪儿？管家说我每天都要在灵堂跪着的。这么喜欢跪我的灵堂？不喜欢，可我要是不在，会给你丢脸的。外人叫我什么？火阎王。都是火阎王，谁还敢笑我？午睡休息会儿，下午再去。怎么了？那我能再吃一个小蛋糕再睡吗？
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小蛋糕？昨天是我第一次吃生日蛋糕，我想把以前10几年的蛋糕都补上，这样我就算把自己养大了。除了蛋糕，还喜欢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反正能吃饱就很好了。你，爷爷，谢谢你，跟你在一起真的很幸福，有饭吃，还有水果点心。走，爷带你把天底下所有好吃的都吃一遍。好耶！我还是最喜欢吃我的小蛋糕。不好意思，孙小姐，我们店今天被封少夫人包场了，实在接待不了您。什么封家少夫人？爷爷都死了，阮牙那死丫头不就是替小玲嫁过去冲喜的寡妇吗？阮牙就是一个乡下丫头，有什么可拽的？她人在哪儿？长这么大个子没长脑子吗？有没有礼貌？这是我的桌子。你就是阮云的乡下养妹，长得不大，脾气还不小，不过就是个阮云的替代品，真把自己当封家少夫人了。我本来就是封家少夫人，但你口口声声都是阮云，你是他的狗腿子吗？你好啊，阮牙。你不仅用封家少奶奶的身份摆架子，还背着封家养小白脸。他可不是什么娇滴滴的小白脸，他浑身上下都厉害着呢。你下作，那咋了？你就是羡慕嫉妒我找到这么好的男人。你这个乡下野丫头，找个野男人也好意思这么大声说出来，怪不得爹不疼娘早死。你这种恬不知耻，根本不配当阮家大小姐。你住口！说的难道不对吗？阮伯父跟阮哥哥他们都觉得你是灾星，阮家人只喜欢阮云，有哪一个是瞧得起你的？你就是个没人要的。野丫头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不仅敢打你，我还敢撕烂你的嘴！打累了，还打吗？小妍儿还在难过？要不再拉回来打一顿？你们去把刚才那位千金再请回来。他说爸爸和哥哥都觉得我是灾星，他说我没有妈妈，我没有人要。他说的不对，你的母亲很爱你，她只是没来得及爱你而已。臭丫头，小白脸，一对狗男女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小云，我遇上你那个村姑妹妹了。阮牙，她又做什么了？
我刚才在餐厅碰见他用封家的钱包场，请小白脸吃饭。我就替你说了他2句，他竟然打了我一顿。要是碰见你，还不得要你的命啊！他敢碰我，爸爸跟哥哥非弄死他不可。小云，要我说，你当初就不该让他提家，现在他可算得势了。他也只能捡我不要的东西，算什么得势？他现在有钱有权，还包小白脸。那男人虽然戴着面具，但又高又帅，算是让那死丫头享上福了。啊？戴面具的男人，我就说那个保镖为什么那么护着阮牙，原来2人早就勾搭到一起去了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爷爷，已经陪了夫人1下午了，您该去灵堂那边处理正事了。小张陪你慢慢收拾，等我回来。嫁给爷爷可真好，能吃饱，还有穿不完的新衣服。哇，夫人，你也太容易满足了。老夫人，阮牙刚嫁过来就敢在外面偷情，你可要好好收拾他。老夫人，你快看看，她一个寡妇，不好好守灵，还买这么多衣服，肯定是为了打扮给奸妇看。难道你见男人才穿衣服吗？那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见不见人都要穿的。你不要脸！把他押到灵堂，在迟延的灵位面前认罪受罚。拖出去！放开他！偷情这样大的罪名，还是老太太亲自做主。阮牙，这次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，我看你还神气什么？今晚有宾客来吊唁，提前准备一下，别被人发现棺材是空的。给我把他摁着跪下！反正是跪自家老公，什么时候跪都不亏。跪得倒快。既然你已经承认偷情了，那就接受家法吧。哎，我没承认偷情啊。那你跪这么快干什么？我之前也没少跪啊，我每天都要来这儿跪的，每次都跪得一样快。你敢耍我？老夫人，您别被阮牙这个野丫头气坏了身体。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一直都是这样没规矩的。你那么懂规矩，怎么让我替你嫁人？你现在说你跟野男人偷情的事，你少装疯卖傻。你耳朵不好就去医院看看。我说了，我没偷情。你花封家的钱包场请一个长相身材都绝佳的野男人吃饭，还搂搂抱抱，我可有证据在手。对着演员灵位，你还敢撒谎？你还敢嘴硬？你说的和真的一样，难不成你晚上钻我床底下，亲眼看见了？你还不承认？我有证据！都给我住口！反正我没偷情。老夫人，您别听他抵赖，我有证据。照片里的男人就是奸夫。这男人的侧脸，这男人的侧脸
为什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？老夫人，你看，这男人手里还拿着面具，一看就见不得人，才遮遮掩掩。好啊！下作的东西，阿言尸骨未寒，你就敢乱来，家法准备。阮牙，我看你现在还怎么抵赖？你要是老实交代出奸夫的身份，说不定还能少受点苦。都说了没有奸夫，一张照片算什么证据？你们又没有晚上钻我床底下亲眼看见。老夫人，这野丫头仗着自己是眼爷的未亡人，无乱花着封家的钱养男人，还死不承认。我看她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，再这么放任下去，她恐怕连整个封家都要分一半走。她敢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要打我，我太害怕了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反了天了！不好，恐怕真的要挨揍了。我好不容易在乡下没被打死，总不能在封家被打死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想办法。你们给我摁住他！阮牙，你不是会跑吗？你再跑啊，看你能跑到哪里去！放开！你们放开我！给我打！狠狠的打！住手！你怎么来了？放心，没事。什么人敢躲在阿言的灵堂里偷听我们谈话？老夫人，他就是阮牙的奸夫，这种时候还敢露面，你对阮牙还真是情深意重。好大的胆子，还没去抓你，自己倒找上门。这对狗男女说不定平常就在帘户后私会，当着眼爷灵位的面给眼爷戴绿帽子。你们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偷情，我老婆子还没死呢！一张可以 P 图的照片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毁了少夫人的名声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们奸夫淫妇被抓个正着，在场的都可以作证，该付出代价的是你们。老夫人，您作为一家之主，可不能让他这个寡妇夺了掌家权啊！以后整个封家谁还会服您？多叫一些人手过来，这两人要是还敢反抗，直接乱棍打死！等等，老夫人，如果您能证明少夫人不检点，确实可以罚少夫人；要是证明不了，您任凭外人污蔑封家少夫人，又该怎么说？现在该证明清白的是你们，老夫人，我要是说谎，随你处罚。那就好。那你呢？敢摘下面具让人看看吗？陶总助，怎么会是你？哎呀呀，好像让你失望了。陶总助现在替太眼爷掌管整个封氏国界，你不会想污蔑我跟他偷情吧？陶总助，我没有污蔑你的意思。这陶湛是那位火焰王生前最信任的人，更是帮助火焰王干下最多缺德事的人，可不能惹上他啊！陶总助，是因为你戴着那个野男人的面具，我才认错了人。照片是 P 图造假的，一个面具更是不能说明什么。眼爷的手下
都有这样的面具。可当时在餐厅，你怎么会和阮牙一起吃饭？作为衍爷的心腹，时刻保护少夫人是职责所在。陪少夫人吃饭不算逾越，反而是你们竟敢趁妍妍还未安眠就欺负她的夫人，看来是不想混了。老夫人，你刚才欺负我也是因为被阮云骗了，我就不要你道歉了。连陶总助的谣言都敢编，你们姓阮的没一个好东西，闹得方家鸡犬不宁。老夫人，别忘了刚才您的承诺，您打算怎么罚他？罚阮云在这跪着，跪满10个小时再准他走。是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戴面具的是陶总助，求求你放过我！陶总助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被朋友骗了。这是我的位置，跪外面去。老夫人，我真的没有撒谎。哼。他们刚才欺负我。但你表现得很棒，没有给我丢脸。那太好了，你的事情忙完了吗？我的衣服还没收好就被他们拽过来了。等会儿再办。走吧，陪你回去收衣服，穿给我看。你果然偷情了，阮牙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迟早揭穿你！我一定要你好看！妍妍，您还有别的事？不要紧，再陪小朋友玩会儿。妍妍，过几天穿这件白的给你下葬好不好？可是白的像是你真的死了一样，有点不吉利。不是挑衣服吗？盯着我看什么？你脸上有颗泪痣。这里很好看。小家伙，勾引男人的本事还不到家。生气了？之前让你买的东西放哪儿了？这里。张嘴。这个糖好好吃。刚刚不是生我气吗？怎么还吃我糖？我没有生气，我不是这么小气的人，还想要。妍妍，你要吃吗？张嘴。妍妍不吃甜品。怎么样？很甜，但也没有想象中的讨厌。甜有什么可讨厌的？甜可好了。是很好。今天是守灵第3天，晚上会有几个长辈来祭拜，你需要去跪一会儿。是重要的长辈吗？不过不用跪太久，人一走我就去接你。知道啦。
都10个小时了，小云还是联系不上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小云，你怎么在这跪着？快起来！哥，爸，是阮牙在外面偷人，却在封家人面前污蔑我，害我被罚跪。又是他！小夫人，我等会儿在门口给您守着，要是有人过来吊唁，我就大声喊。您快点把糖都藏口袋里。谢谢你啊，小张。阮牙！你们来干嘛？我们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把小云欺负成这样。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，还在撒谎！你现在能吃能喝，面色红润，小云却成了这副样子，她怎么欺负你？小云都跟我们说了，是你在外面跟男人乱玩，还故意害她。为什么？阮云说什么你们都信，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。明明是他先来找我麻烦，敢顶嘴！是阮云造谣我偷人，所以封老夫人才罚他跪。你们不信我，可以去问封老夫人，是阮云在撒谎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哥，这只是个误会。那你也该在老太太面前帮小庸说好话，害她在这里跪了这么久，就是你的不对。我为什么要帮他说话？你们怎么不想想，要是污蔑成功，我会有多惨？爸，哥，我也是为他好，不想看他犯错。上次污蔑我偷东西，这次污蔑我偷人，这叫为我好。他抢走了我的爸爸哥哥，享受我的优渥生活，不愿意嫁给死人，就让我替他守活寡，这些都叫为我好吗？你们口口声声为我好，却连一块蛋糕都不愿意给我。可是阮牙，你只看见小云的光鲜，却不知道小云为了成为最优秀的千金吃了多少苦。至少这些年你在乡下享受了她父母疼爱，无忧无虑的长大。你们只看见他受委屈，却看不见我在乡下连饭都吃不饱，学也不给上。胡说八道！我们每年都给钱，怎么可能让你吃不饱？而且那家人说了，是你学习成绩差，自己不愿意上的。妹妹，你为了博同情满嘴谎言，你住口！如果乡下生活那么好，你4年前知道被报错的时候，怎么不愿意和我换回来？我就知道你一直记恨我，可我实在舍不得爸爸和哥哥。要怪你就怪我，别怪爸爸和哥哥。阮牙，你不用针对小云，我告诉你，是我们舍不得她离开。那你们就舍得我在乡下受苦？你在乡下能吃什么苦？最多不就是干点活，娇气什么？要不是小云把婚事让给你，你现在也没资格欺负她。你们是阮云的家人，不是我的家人，我不喜欢你们，你们走！来人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死丫头，你目无尊卑！你要是有小云一点懂事，我们也不至于为你这么操心。阮牙，我没有你这种没教养的妹妹。小夫人，现在没人，您偷偷吃2块糖。那我偷偷给您拿一块小蛋糕来吃，好不好？爷爷，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。爷爷，你喜欢阮云吗？你觉得呢？她是你的未婚妻，你应该挺喜欢的吧？你之前也对她这么好吗？我和我的未婚妻指腹为婚，现在她正在我旁边，我这辈子只对她这么好过，所以这跟阮云有什么关系？
可是，连和我血脉相连的家人，都只喜欢阮云。我可不像他们一样眼瞎。我要是喜欢阮云，怎么会死后才去？小孩想什么都干什么。回去睡觉，明天要去试婚纱，到时候带你出去玩。可你不是死了吗？我穿婚纱是要跟你的照片结婚吗？对啊，怕不怕？还要拜天地呢。有什么可怕的？就算你真死了，也不会伤害我啊。算你聪明。封家少夫人原本该是我，她现在继承了封家那么多财产，还包养小白脸，过得不可一世，连爸和哥都打。当初就不该让她替嫁。爸哥，我想换回来。婚姻不是儿戏，小云，你不能跟阮牙一样胡闹。咱们家正是危急关头，阮牙嫁到封家，一直给阮家惹祸，只有我嫁过去，才能拿到爷爷遗产，给阮家争取利益。可阮牙已经进了封家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婚礼不是没办吗？只有下葬前的那场婚礼仪式，才能真正坐实封家少奶奶身份。婚礼，我去就是了。小云，妍爷死了，你嫁过去太委屈了。只要我们阮家好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阮牙明天要去外面试婚服，我们去把他换回来。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小云，还是你懂事。店内已经清场，今天只接待少夫人，请问少夫人呢？你好，我是少夫人。少夫人竟然这么可爱，她看起来好小。那我们准备的东西可能稍微多了一点，少夫人您还没到带那么多珠宝的年纪。请。哇，好多亮亮的石头。喜欢这样的石头？家里保险柜里有更好看的，回去自己拿。把适合他的挑一批出来给他，留一套婚礼上戴。是。其他的先收下去吧。不用，不合适的也装起来送回封家，说不定他喜欢上面的宝石，可以拆了给他玩。我带二位先去休息室，更衣室会有专门的造型师给少夫人试衣服搭配。好。化妆师姐姐，这个皇冠太大了，戴不稳，你能不能帮我换个小的？化妆师姐姐，这个皇冠太大了，戴不稳，你能不能帮我换个小的？这几天我们家里被你害得鸡犬不宁，你倒是过得舒服。店员呢？你们怎么混进来的？封家那地方不好混，这地方我们还搞不定呢。我们会跟封家老太太说，你在乡下长大有精神病，忽然发作不愿意嫁了，被我们带回阮家管教。跟爷爷的婚事依旧由我来履行。以后你休想再离开阮家一步。你只是替我守几天灵，不会真把自己当封家少夫人了吧？
算你识相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婚事，换回来也是理所应该。阮牙，你听话，等你回了阮家，我们不会亏待你。爸会重新找礼仪老师，好好改改你这乡下养出来的坏脾气。以后已故封家少主的夫人就是我了。爸，哥哥，我一定会给整个阮家带来荣耀。我手上还有。妹妹，你要是早点这么听话，就不用吃苦了。爷爷，救命啊！乡下长大的，就是没一嘴实话，骗我们是吧？死丫头真是野性难驯，下嘴真狠。先把她带回去。阮牙，你这次再不听话，就让爸送你到女德学校去，好好学学规矩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爸，你看他。阮牙，不许欺负小云。阮牙，你再不听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阮牙，等到了阮家，你看我怎么折磨你！阮牙，你是不是想死？想死的恐怕是你们。爷爷，死保镖！上次让你们蒙混过关，这次你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？爸，哥哥，这个戴面具的男人就是和阮牙偷情的小白脸，把他们都抓了，送回封家。封少夫人，正好还是由我来当。这么想当封太太，可惜没机会。你重新投胎也没机会。你们阮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？现在就跟我回去学规矩！你们！陶助理，就算你是严爷的心腹，权势滔天，也不该容忍阮牙和小白脸偷情。现在严爷毕竟死了，只有我们一起把这对狗男女绑到老夫人面前，才不会得罪封家。阮离修，你睁眼看看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？你的脸怎么这么眼熟？你是严爷？什么？爷爷不是死了吗？严爷恕罪，小云不是故意冒犯，她只是没想到您还活着。让这小家伙替嫁，也不是故意的。爷爷，我不想让妹妹替嫁，我仰慕您许久，替嫁只是因为出了点岔子。刚刚我也是想和妹妹换回来。我原本就不会娶你，多亏你不愿意守寡，逼她替嫁，否则我还找不到这么有意思的小家伙。说吧，你们想领什么法？严爷恕罪，严爷恕罪，我们真不是故意冒犯，我们只是想教阮牙规矩啊。去，拿回来。够了，阮牙！你既然知道田爷没死，为什么不早说，害小云白受这么多苦？你们又不把我当家人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而且，你们从来也没问过我死了老公之后，我该怎么过？这些年，我让你在乡下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一回来又把小云的好婚事让给你，你得了这么多便宜还卖乖？得了便宜，在乡下每天吃不饱被虐待也是便宜。
可能？我们一直让那对夫妻好好照顾她，怎么可能虐待？阮牙，你又说谎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懂事，成为一个大家闺秀？我们是不会相信你的。你们的相信算什么？我才不需要你，我只要你们道歉。你这丫头！你们有空来捣乱，看来是嫌公司的糟心事还不够多。既然如此，陶战，再去给阮家的公司上点压力，或者公司破产也没关系。爷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。阮牙，我们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丢出去吧。不是了，就身上这套吧，首饰回家挑，换下衣服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还要一块。妍妍还活这件事，敢传出去半个字，小心后半辈子都说不了话。既然你们以前没关心过少夫人，以后就没有打扰的资格。听到了吗？妍妍说阮牙吃不饱被虐待，难道她在乡下真的过得不好？不行，如果深究下去，就会发现是我让胡强夫妇做的手脚。那我回乡下去好了，让阮牙来当阮家大小姐，也省得爸爸哥哥为难。你是我的女儿，这件事永远也不会变。陶助理，罗伯特先生和杰奎琳小姐半小时前已经到了。请你吃饭的是外国人吗？没见过外国人。对啊。回少夫人，格雷家族是外国皇裔有非常亲近的血缘关系。罗伯特是格雷家族的家主，杰奎琳是他女儿。燕爷，那我会打扰你工作吗？待会儿你什么都不用说，负责吃就好。待会儿你什么都不用说，负责吃就好。爷爷，晚上好。先上菜。我专门从庄园里带了一支陈酿干红，妍爷懂酒，夫人也可以尝尝看。不用，他不能喝酒。可以吃饭了吗？可以，想吃什么？螃蟹。让两位见笑了。我的小夫人乡下来的，难免有点娇气。怎么会？妍爷对夫人真好。她挺好养的，给吃的就行。本来父亲今晚会跟妍爷提我们联姻的事情，可妍爷竟然直接带了个所谓的夫人来，不就是个冲喜的平民吗？妍爷怎么还认了真？这次听闻妍爷您的死讯，真是让我吃了一惊。老实说，我也动摇过要不要趁乱分一杯羹，但我想您并不是会这样静静无声死去的人。罗伯特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把那块地交给你？很感谢妍爷愿意相信格雷家族，但我不太清楚。选你，就是因为你够清醒。是。这是秘书起草好的合同，格雷先生可以看看，如果没有意见，可以签订合同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去洗下手。让服务生带你去。你叫阮牙是吧？你找我有事吗？
我听说过你，明明是阮家亲生的孩子，却被丢在乡下养大。你看看自己土里土气的，哪里配得上燕爷？我觉得还好呀。你哪来的自信？你这套打扮，我们公司的保洁都不会这样穿。那你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好时髦哦。你站在妍妍旁边，都是对她的一种羞辱。可是妍妍不觉得呀，她可喜欢我。妍妍不过是没见过你这种活在下水道的臭虫，觉得新鲜罢了。那你连下水道的臭虫都不如，有什么得意的？你敢骂我？痛！你没见过世面，我就好好给你上一课。妍妍，有人欺负我！到底怎么了？他骂我还打我，好痛！哪里疼？我看看。我又打不过他，他还想把我摁进洗拖把的水池里，那个水池是洗拖把的，好脏，他太恶毒了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找夫人聊聊天。你说我是信你，还是信我的妻子？妍妍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他不配，你为什么？你看，他还在骂我。确实很过分，帮你报复。你喜欢把人摁进水池里聊天，不如你表演给我看看。我是格雷家族的大小姐，妍妍，你不能为了这个丫头这么对我。就算你是公主又怎样，在我的地下上，我说了算。那份合同我还没签字，我忽然觉得格雷家族也不是那么好的人选。你要是搅黄了这次合作，我一枪毙了你！妍妍，少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请不要让妍妍取消和格雷家族的合作，我肩膀还很痛呢。那我让人废了他的肩膀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我伤得很严重，你要赔偿我500医药费，只接受现金，快点。只要500万吗？500块？你听不懂中国话吗？我没带现金，刷卡或者支票不可以，或者微信。我的手机用不了微信。转我吧。既然你诚心认错，我又这么大方，原谅你啦。我现在也是有钱人了，我们走。这么便宜的，你肩膀不痛了？其实我刚刚装的，我皮肤就是容易出现印子，没那么痛。妍妍，夫人，你们在这稍等，我让人把车开过来。妍妍，你在看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看到了一朵刚刚从泥土中绽放的小玫瑰。喏，小玫瑰。喏，小玫瑰，你不喜欢吗？这朵花花了我10块钱呢。你觉得我这个活阎王和粉色玫瑰搭吗？哪里来的钱给我买礼物？刚刚的500块不是还在我手里吗？以前在乡下，我帮邻居阿姨种地，阿姨总是偷偷给我钱，我舍不得花，
全攒下来了，有好几十块呢。舍不得花的钱，给我买这么贵的花。因为你是对我很好很好的人。回去了，让陶战先送你回家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，有别的车来接我。我不能跟你一起吗？也可以，只要你不害怕。爷爷，我招，我全招了。让我汇款给你下手的人是风林和风杰辉。风林和他儿子风杰辉不愧是二房氏老太太的血脉，老太太是续弦，这一家人也养不熟。他们想您死了，好瓜配风家产业。他们心大，也得看看命大不大。走吧，该收网了。你是猪吗？就知道吃和睡。确实，小猪不知道害怕。妍妍，坏人招了吗？招了。明天要当我的新娘，今天就替我操心了。招了就好，到家让小张叫醒我，晚上还要去跪灵堂呢。以后你都不用再跪了。照看好少夫人，今晚该了结一切了。是。风池岩已经死了，公司自然该我接手。你们把持着权力不放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要造反吗？风先生，演爷的死亡证明还没开出来，现在公司的最大持股人仍是演爷，一切该由演爷的心腹郝总主代理。后天风池宴就下葬，移交权力给我，这是迟早的事儿。那就请风先生拿到了股权，再来谈接手公司的事情吧。爸，你别急，阮牙那个小丫头毛都没长齐，想霸占住风池宴的遗产，不可能。等明天办完婚礼下葬，风家顺理成章一样是我们的。恐怕你们要失望了。恐怕你们要失望了。鬼啊！有鬼啊！你还活着？就这点胆，也想接手风家？为什么今晚要穿这么漂亮？妍爷不是说不用跪了吗？老夫人亲自叫您来，说是要提前下葬，也不知道要折腾多久。我带了很多零嘴，饿了就跟我说，妍爷等会儿就回来了。好。爷爷，老太太说您八字煞气重，明早下葬压不住，要今晚提前冥婚下葬，亲自去喊醒了少夫人。回老宅。还不快点跪下！
都说老太太是疼妍妍才会在她去世后坚持给她娶亲，可来到这里的几天，根本没看出封家任何人关心妍妍。外面都说妍妍是活阎王，可整个封家就都是阴森森的样子啊。如果妍妍是个温柔的人，恐怕会被吃干抹净了吧。马上起棺了，先拜天地。行，这婚事就算是成了。起来，走队伍前面。都说棺材井打深一点、大一点对后代好，啊，可惜妍妍没有后代，打这么大这么深，也不知道便宜谁去了。把他推下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放开夫人！拉走！你既然嫁给了迟燕，当然该给她陪葬。你让我活人陪葬？你不会以为你嫁进封家是来享福的吧？你这样的泥腿子，让你给迟延陪葬，抬举你，等你也死，所有的遗产就都是我们二房。这点小零食就赏你黄泉路上吃吧。怪不得外人都说妍妍是活阎王，原来是家里住着你们这样吃人不眨眼的恶魔。你这种乡下丫头能嫁过来享几天福，已经是你的福气，还敢反抗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我找大师为你跟阿言牵了红线，你陪葬后，他满意，不会来世间纠缠，你在底下也不会受苦的。时辰不早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填土。你们这种坏人是拿不到爷爷的财产的，爷爷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爷爷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还没过上几天好日子呢，就要死了。要是等妍妍老了死了，我再给她陪葬就好了。这样等到了地底下，妍妍也会护着我的。现在给空棺材陪葬，以后谁又会保护我呢？天快亮了，动作再快点。妍妍答应我的栗子糖水还没吃上，不过除了没有吃上，好像也没有别的遗憾了。不对，我还没跟爷爷说再见呢。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，记得下辈子擦亮眼，投个好胎。如果我被埋在这里，爷爷一定会帮我报仇的。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难道还能做鬼来纠缠我报仇？爷爷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老太太如此疼爱我，在我死后还大费周章为我娶妻，怎么我没死，反而不高兴？我做的那么周全，你不可能还活着！你做的确实很周全，所以我一开始根本没怀疑过你，一切证据最后也都指向了你的儿子和孙子。你要对他们做什么？我不准你动他们！你听见了吗，风池言？你休想动他们！妍妍现在心情不太好，你们最好小点声。
否则风林父子可能要提前买股。事已至此，已经没什么不能说的了。一切都是因为我想为自己的儿子、孙子谋划。是我设计的车祸，我任凭你处置。你放了风林。风林已经在警察局了，证据确凿，后果只能由他承担。而这些证据，是老太太你亲手做的。今晚参与的人，全部处理。风池岩，你竟然想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！活该你这个活阎王，从小就没人疼没人爱，以后也不会有人真心爱你的。他说的不对，你真正的亲人一定也很爱你，只是他们不在了。你跟我说过的，还记得吗？爷爷，爷爷没死。妍妍，你干嘛呀？你今天起棺前是不是抱着我的遗像拜了天地？那今晚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小朋友，你自己脱，还是我帮你脱？妍妍，我觉得脱了衣服冷。你喜欢穿着衣服？我还是个小朋友。你小就可以不洗澡？啊，洗，我洗的。改天在洞房先洗澡。你应该可以当小裙子穿。剩下的事你跟陶战对接就可以了，我这边有事。过来，坐着。这辈子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。要是妍妍是我爸就好了，这样等他老了，我一定不把他养气管。谢谢妍妍。就这样写。那这样写吧。怎么还是觉得我亏了？可是我又没有钱，那你亲回来好了。不公平，我没有咬你，也没有舔你。那你咬回来。算了，我这个人很大方的。妍妍晚安。少夫人好。挑一个，往后专门负责给你做好吃的。陈爷，我擅长做粤菜。陈爷，我擅长做湘菜。好东西，阿姨。小姐，请喝水。好了，就你了，一会儿有人跟你签合同。
注册个微信，下次就能自己收钱了。手机里有定位，不能关。我还有些烂摊子要处理，你自己在家玩手机。你好，我可以叫你唐姨吗？当然可以，谢谢少夫人愿意留下我。不用这么叫我，你叫我软牙就行。那可不行，您是我的雇主，我怎么能直呼其名呢？那你叫我小牙显得比较亲近。我不是你的雇主，你工资肯定比我高，我请不起你的。那我就叫你小牙儿。注册成功。果然如此，很好，这很风驰眼。都1个小时过去了，严哥怎么还没同意我的好友？燕爷可能太忙了，没看见。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的好友申请？对不起，我不小心点了来电接听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接到打给妍妍的骚扰电话了。会议继续。什么好友申请？你在开会吗？我刚加你微信，为什么不同意？翠花是你？对啊。我以为是卖猪饲料的。虽然很多领域都有我的产业，但是翠花，你老公目前没有开养猪场的打算，赶快把名字改了。这哪里像养猪场的？不像养猪场，也是卖红薯的。农夫市场的老板娘估计就叫这名。你好，我是牙牙乐。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给你一个奖励，想要什么？我想上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捐2栋楼的事。校长好，燕爷好，少夫人好。书包里装了小零食和点心，饿了就吃，不够让校长给你们。知道啦。有事就给我发微信，书读得下去就读，读不下去就多吃点饭。知道啦，知道啦，妍妍，晚上见。少夫人，我先带您认认路。原来妍妍真的没死，和传闻中的火焰王一点都不像，还对老婆这么好，当他的夫人好幸福啊！好羡慕妍妍的夫人啊。不过妍妍的夫人也好美好萌，两人好般配，我都有点克他俩了。小云，这本来是你的婚事，都怪软牙他是抢了你的。喂，爸。小云，听说廷爷把你妹妹转去你们大学了，你要是看见她，多照顾她点儿，缓和缓和关系。一家人哪有总是针锋相对的？现在爸爸和哥哥也开始主动关心她了，到时候他们一家和和美美，我又算什么？爸，过几天是软牙的阴历生日，上次他说没吃到蛋糕，耿耿于怀，不如我们替他重新办个生日会。你看看，没有一点规矩，站没站样，坐没坐样。
做作业就该去书房写。小时候又不管我，现在管我干什么？今天是你阴历生日，跟我回家吧。上次没让你吃到蛋糕，我跟爸爸这次专门给你补办生日宴。如果你们真心悔改，那我还是可以去的。算你懂事，走吧。我现在有车送哦，不用坐你家的车，也可以去很多地方。什么我家你家？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可你们以前也没拿我当一家人，我只是暂时不记你的仇，不代表我完全原谅你了。行，随便。我要去过生日了，你想不想吃我的生日蛋糕？我给你带。去阮家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也太聪明了。那我也补你一份生日大礼。谢谢。小牙站在门口干什么？别客气，把这当自己家就行。哥哥嫂子还有爸爸都去给你准备礼物了，我叫佣人去喊他们过来。诸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阮牙，她就是我那个在乡下长大的妹妹。上次爸爸哥哥没舍得让你吃我的蛋糕，到现在我们还觉得愧疚呢，所以重新给你买了一块。一直听说阮家偏心阮云，没想到阮牙这么不受待见，连蛋糕也不给吃。小牙，你别难过，你可以先吃着，等爸爸他们过来。少夫人，你今天看起来真漂亮。我是王家的千金，第一次见面。我爸爸是陶特助的下属，少夫人。小蛋糕也是可以点蜡烛许愿的。谢谢你啊。等会儿还有个大蛋糕，我今天就能许2个愿了，一个给我自己，一个给妍妍。给我的那个，就希望阮家人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，会对我好吧。你是故意的。哎呀，你刚才许了什么愿望？不会不灵了吧？不好意思呀，我就打了个喷嚏，不是故意的。不好意思，但我是故意的。什么？都住手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爸哥，你们快管管阮牙！我好心帮他过生日，他却故意把蛋糕扣我脸上。阮牙，你又欺负小云，把家里弄成这样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是他先欺负我的。你又撒谎！自从你回来，小云处处让着你，怎么可能欺负你？让你回来过生日，本想着你会悔改，没想到你还是野性难驯。赶快给小云道歉，否则以后你别进阮家的门。阮家主是不是太偏心了？明明是阮云先吹掉了少夫人的蜡烛的。要道歉，也该是阮云先道歉吧。小云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撒谎？你们刚才还让我道歉，现在怎么不让阮云道歉？小云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这只是个意外。可是阮牙把蛋糕扣我脸上，可是故意的。如果爸爸哥哥不能原谅，我还不如现在就收拾东西回乡下，省得碍妹妹的眼。小云，我跟爸爸没有这个意思。这次确实是小云的错，但你砸她蛋糕也不对的。你们根本不是诚心邀请我过生日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小牙，他们男人不懂，嫂子明白你的委屈，我替他们跟你道个歉。今天是你生日，至少拆完礼物再走吧。大家今天先散了吧，小牙也累了，
生日宴就不继续了。后院有哥哥养的宠物，毛茸茸的，可可爱了。你要不要去看看？宠物就在里面。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笼子养？你进去玩，手机我帮你拿着。你干什么？你把门打开！你把门打开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办好了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谁让你出去偷情被我发现了？只能听我的。大狗正暴躁，咬了10多个人才被控制住关起来。你让我把他骗进去，他必死无疑。你已经得到阮家人的宠爱了，为什么非要害死他？但是爸爸哥哥已经开始对你心软，怀疑我了。要是我真的不被阮家信任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必须死！我还要为阮牙开一瓶香槟。还是我的云云懂事，不跟阮牙计较，还给他开香槟庆生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阮牙，我会开最贵的香槟为你送行。救命！救命！他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，还把我的手机丢在外面？人在阮家别墅后院，跟我走。阮家后院养了一条发疯的大狗，但是阮家人就算再不喜欢少夫人，也不能这么狠吧？都到晚上了，阮牙人呢？怎么还不过来吃饭？下午我陪他去逛花园，我去完卫生间回来就不见人了。阮牙脾气一向古怪，可能生气回去了吧。下次见了他，我先给他道个歉，让他别跟爸爸和哥哥置气了。小云，委屈你了，都是阮牙这丫头不懂规矩。已经关了几个小时，阮牙现在多半已经血肉模糊了。阮牙人呢？
阮牙人呢？听爷，阮牙不在这儿，他下午就走了。爷爷，爷爷这是要做什么？开门！爷爷，这里关一条疯狗很危险，您不能进去。阮牙不可能在这里的。可惜你来晚了，阮牙现在估计连个骨头渣子都没了。打灯！阮牙竟然真的在这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阮牙竟然毫发无伤，这条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顺了？开锁。你知道我被欺负，来接我回家啦？睡得好吗？挺好呀，它的肚皮可软可舒服了。少夫人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我被人关在这里，然后就看到了它。它好可爱，我跟它玩了会儿，就睡着了。我现在有点饿。没事就好，走吧，带你去吃饭。拜拜。谁先说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又贪玩胡闹，乱跑？是他把我关起来的。误会啊，明明是阮牙非要去看狗，这才不小心被关起来。是你把我带过去，等我进了笼子，你就把门锁了。我怎么叫你，你都不回头。看来又是你。明明是大嫂要害阮牙，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爸，哥，我知道阮牙一直都看不惯我，我可以走。妍妍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小云不会做这种事的。阮牙的手机里被我装了定位和监听，你如果不说实话，后果可就只能你一个人承担了。这都是阮爷逼我干的！不可能，小云的心思不会这么恶毒。他的心也坏着呢，也就你们父子被他骗得团团转。他嫉妒阮牙过得好，逼我把他引到疯狗的笼子里，好害死他。爸哥，你们别信他，大嫂是因为偷情被我发现，才想陷害我的。他真是栽赃嫁祸！小妍儿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蓝云，我们不就是问你要点钱吗？你何必让人故意为难我们？我呸！你个贱人！当初让我们虐待在乡下的小芽，不让她进城，也不让她上学，我们事情都帮你做，结果你竟敢派人打我们！你，爸爸，哥哥救救我！我快被打死了！小云，你怎么会满嘴谎话？阮家代理不薄啊，你还是人吗？我只是想过好日子，有错吗？是你教我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你们也不是嫌弃阮牙蠢、没教养、吃相难堪吗？你们嫌弃小妍儿饿死鬼，那是因为她在乡下挨了18年的骂；你们嫌弃她没规矩、不懂事，
却不知道她每天要干多少农活，根本没学上。这丫头，要是能有小云半分体面就好。还敢顶嘴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！你是饿死鬼投胎吗？又不是没给你饭吃，跟谁虐待你？软牙，我没有你这种没教养的妹妹。小妍儿，爸爸错了。以前你们没养过她，以后也不用养了。软妍儿，爸爸错了，软妍儿，软妍儿。把她给我拖走！既然阮家不要你了，你是我们的女儿，自然得跟我们回乡下，给我们干活。我们现在回去了吗？想回去吗？不想。不想回家？那带你去看星星。我觉得我离月亮更近了一点。其实，在乡下能看见更多的星星。想家了？我没有家，不过要说乡下，还是有一点想的。乡下的红薯很好吃。这是北极星，不过我只认识北极星，因为它很亮。那里是人马座，那边是天琴座。这颗星是木。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小东西？菟丝子起码知道攀附着大树努力向上生长，你却只会蹲在原地，眼巴巴看着别人，等待一个好心人将你带回家。我大概就是那个好心人吧，小妍儿。我要把你带回家了。